男人一心想要成为佛祖，为此他竟然狠心抛下了貌美的妻子。女人被丈夫的兄长羞辱和调戏，而身为丈夫的王子此刻却正在外面要饭。究竟是什么会让尊贵的王子宁愿放弃权力与富贵，也要出家成为弃绝者呢？悉达多这日走进一座城市，没想到所见所闻都是他从未见过的。他从小衣食无忧，不懂得什么是生老病死。当他看到城里的老弱病残时，瞬间刷新了他的认知。而此时，一个妇人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，她将滚烫的木炭倒在地上，要让悉达多王储从上面走过去，因为他们所遭受的一切都是拜悉达多所赐。当年先人的预言让国王担心年幼的悉达多会被世俗烦恼所侵扰，成为弃绝者，于是便将整个国家的老人病人全都驱赶到了这里。这里被人们称为新城，来到这里的人每天能做的便只有等死，所以他们憎恨着悉达多的出生。在新城里，人们甚至还起了座阎罗的神像，他们日日参拜祈祷，求的竟然是早日死亡，以便让他们脱离苦海。悉达多听完以后无比震惊，只能哭着愧疚地离开这里。晚上，悉达多和妻子躺在床上入睡，耶输陀罗却在梦中不停寻找悉达多。山林之中，悉达多的帽子饰品散落一地，可却唯独不见悉达多的身影。他根据这些物品继续朝前走，直到他看到一团白光，耀眼的光明发出声音说：“我在这里，在你的身旁，我要离开了，但我会尽快归来。”突然白光消失，耶输陀罗也从梦中惊醒，他发现身旁的悉达多早已不在。耶输陀罗顾不得梳妆打扮，急忙跑出寝殿，在王宫里到处寻找丈夫的身影。突然，他在宫殿外发现了一只死去的白鹅。再往前走，悉达多便出现在眼前。他正在喂一只母鹅饮水，但母鹅不肯接受，最终渐渐死去。耶输陀罗告诉她，她的丈夫已经死了，而她也会舍命相随，因为她不想受那离别之苦。爱已相系，无法割舍，爱人已逝，又岂能独活？悉达多眼含泪水。此刻，他又明白了一件令人痛苦的事：爱的尽头仍然是痛苦，欢乐转瞬即逝，痛苦绵绵无期。爱只是幻想，离别才是永恒。战争、牺牲、痛苦和悲伤，今日悉达多见到的种种都挤满了他的大脑，即便他努力的冥想，也无法让他得到清静。悉达多下定决心，他想要去修行，直到找到解脱之法。他向耶输陀罗说明了自己的想法。耶输陀罗知道他根本无法劝阻丈夫，只好提出了一个请求，那就是请悉达多在黑夜无人看见时悄悄地离去。耶输陀罗担心悉达多在外无人照顾，特意找到车尼，叮嘱他往后要时时刻刻跟在悉达多的身边。夜晚悄然而至，耶输陀罗满怀不舍地为悉达多收拾衣物。她能接受悉达多离开自己，却不忍心看到丈夫沉浸在痛苦之中。成全他是身为妻子唯一能做的事。耶输陀罗提前假装睡着，悉达多走进寝殿，不舍得望着他深爱的妻子。最后他脱下鞋子，没有拿走任何东西，就转身离开。净饭王和波贴王后一同前来看望小孙子，却发现了耶输陀罗的异样。耶输陀罗失魂落魄地说出了悉达多离开的事实。净饭王无法接受，他立马唤来众人，想让大家一起寻找悉达多。此时祥光试探性地问道：“悉达多是否是独自离开的？”耶输陀罗告诉他们，车尼也跟在他的身边。这句话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王帝安慰净饭王，说不定王储只是一时的心情郁闷，想到临终修行一段时间，并非一直不回来。可耶输陀罗却说，人人都试图解除悲伤，找到悲伤的源头才是此行的目的。山高路远到宁静的密林，我只知道一种办法能使人安宁，那便是弃绝。波提王后听后被吓得晕死了过去。等她醒来后，王后拼命地恳求国王快去将悉达多带回来。可国王此时连站都站不稳，他的脑海再次浮现出阿斯陀仙人的脸，如噩梦一般挥之不去的预言依旧回荡在他的耳边，这导致净饭王旧伤复发，瘫倒在地上。另一边的悉达多和车尼来到河边，悉达多想要断发，车尼急忙阻拦，问他要做什么。悉达多回答道：“断发意味着抛去杂念，摒弃肉体的欲望。”而悉达多已经决意要抛弃一切凡尘欲念。悉达多请求车尼帮自己断发，车尼虽然不愿，但这毕竟是王储的命令，他不得不遵循。断发后，悉达多摘掉身上的所有饰品，命车尼替自己交还给国王，并帮自己好好的安慰国王和王后。车尼哽咽地说道：“自己都伤心不已了，更何况是国王与王后呢？他要如何
去安慰失去儿子的父母呢？悉达多回答：你就这样对他们说吧，人生数载，总有离别。车尼又说：林中修行极为艰苦，你又怎能席地而眠呢？悉达多安慰着车尼说：我要过气绝者的生活，亲身感受那诸般痛苦，所以才摒弃了人生的欢愉。不要再担心我了，快回到加皮罗卫去吧。就这样，车尼无奈牵着马儿离开，悉达多正式开始了属于他一个人的修行。而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宫外，百姓们都在谈论着悉达多王储离开王宫前往林中修行的事情。有人不信，便去问路边的拉什卡，看到他点头回应，百姓们都恐慌不已。国家战乱，王储离去，仿佛已经没有人能保护他们了。有人安慰他们说，车尼还跟在王储的身边，也许很快就会回来的。而他们还不知道，车尼此时已经牵着马独自返程了。他同样悲伤难过，不知道要如何向加皮罗卫的百姓交代。此时的居萨罗国，波斯匿王看着抢夺而来的珠宝，可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。净饭王受伤，悉达多离开修行，看起来是个大好的进攻机会。可摩羯陀王顾念与悉达多的友谊，屡次出兵相助，这其中也有开辟新商道的想法。居萨罗不仅失去了摩羯陀国的信任，还失去了大笔的过路费。悉达多逃去山林，却依然获得了胜利，这让波斯匿王气愤不已。悉达多在山林中遇到了一位气绝者，气绝者虽身穿修行衣，可却手拿弓箭，原来他本就是猎人，为方便捕猎，所以才换上了气绝者的衣物，好获得猎物的信任。悉达多为了阻止猎人继续捕杀动物，决定用金钱和宝石缝制的衣裳与猎人交换修行衣。他忍不住地发问：你为何要这修行衣？悉达多回答：我想要获得生灵的信任，与他们为友。猎人和悉达多进行了交换，悉达多穿上了简单的修行衣，步行在山林中，不停地寻找能解答疑惑的地方。与此同时，失魂落魄的车尼骑着马已经回到了加皮罗卫，百姓们急切问他王储殿下何时归来。当得知悉达多已经断发气绝时，百姓们都纷纷陷入了恐慌，他们不敢相信自己崇敬的王储殿下竟然真的会弃绝世俗的一切，选择弃绝苦修。王宫里的众人都在焦急地等待悉达多的消息。听到马儿的叫声，耶输陀罗以为是悉达多回来了，众人正准备出去，却撞见了车尼。国王问他悉达多人呢？可车尼却表示王储不会回来了。车尼按照悉达多的要求，将断发和饰品转交给净饭王，并把悉达多赠予每个人的话带到。他告诉净饭王，战争并非解决之道，告诉波提王后，他会永远铭记波提王后对他的养育之恩。他还要车尼转告降光，成王的灌顶礼一定会举行，但不是他悉达多，而是兄长提婆达多。悉达多还表示，从小是提婆达多的羡慕，才令他自己变得强大。他也知道提婆达多是爱他的。最后，他要对耶输陀罗说，他很感激耶输陀罗能理解他的困境。他明知我将离去，却并未强留。若有宏愿达成之日，千万世人永远无法回报你的牺牲。悉达多的离去给他的家人带来的是无尽的痛苦。国王既思念儿子，又对自己的失败感到羞愧。父亲身为施家族的刹帝利，儿子却成了施家穆尼。绝望之下，净饭王想要自尽，幸好波提王后及时出现阻拦。他努力劝说国王放弃这个念头，悉达多总有一天会回来的。倘若儿子回来，却发现父亲因自己而死，那该有多痛苦啊！王后的话终于令国王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可他心中的愤怒无法排遣。他质问诸位大师，当年他们观看悉达多的星象，都说悉达多日后会成为转轮圣王，可如今他却成了弃绝者，这究竟是谎言，还是他们的预测根本就不准？愚主大师解释说，他们只能根据星象推测人的命运。他们看到悉达多将会成为伟人，而悉达多又出生于帝王之家，所以他们才会预言悉达多将会成为转轮圣王。推测一个人的命运，他的出生环境将会决定他的上限。另一位大师也连忙解释说，当初摩耶王后诞下子嗣的预言也是他们所推测出来的，所以他们的预言根本不会出错。在诸位大师的安抚和劝慰下，国王的怒火渐渐平息。悉达多的离去令很多人感到悲伤，除了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闯进耶输陀罗的房间，轻佻地闻着他的衣裳，然后再扔给耶输陀罗，这分明是在羞辱他。悉达多在河边见到了另一位在水中禅定的弃绝者，他也跟着进入了水中，与弃绝者一起修行。弃绝者察觉出悉达多仁慈的天性，于是就询问悉达多为何要弃绝。悉达多回答说，为了寻找真理。弃绝者却笑着说，那你应该去看圣典。可悉达多认为圣典只给出了解决办法，却没有说出原因，那样会令人产生更多的疑问，这并非悉达多想要追寻的真理。悉达多的话得到了弃绝者的认同，在悉达多的恳求下，他同意带起
齐一同前往阿罗罗迦兰仙人的静修林。静修林里一片祥和宁静之气，夕阳之下，树下坐着许多气绝者，他们席地而坐，凝神禅修。而阿罗罗迦兰仙人已经在水中完成了禅定，他缓缓向岸边走去，仙人之姿令悉达多万般折服。气绝者将悉达多引荐给仙人，而仙人只是要悉达多先学会放下自尊。从起时开始，悉达多和气绝者一起来到城中，他按照气绝者所教授的那样，站在百姓家门前请求施予食物。屋内的女人很快便走了出来，并给了悉达多自己吃剩下的米饭。悉达多自然而然举起右手祝福对方，他已经完全适应气绝者的起食行为。可当他来到另一户人家时，却被一个女子认出了身份，那么悉达多将会如何应对呢？